最后提醒各位，在这个物联网的时代，事实上还有一些所谓的资讯安全跟隐私的问题。那这张图想呈现的事情是，各位可能都有上 FB、Twitter 很多社群网站，那你在上面可能会去按赞啊，表达一些意愿，不管怎么样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。那这一个社群网站，它其实对你的了解是非常可怕的。这是提醒大家说，上任何的网站，其实你的隐私事实上是要稍微考虑一下。那这个是 cyberspace， 这是虚拟世界。但我们在讲物联网，就比较像这一张，就是所谓的智慧家庭。你的灯泡可以联网，电视可以联网，你的冷气可以联网，但是你这些联网的效果，事实上它都不断在收集你的资料，你的习性都会收集到。所以这里面处理这个物联网的资料分析，就有一些资安跟隐私的问题在里面。很多应用，包括像在芝加哥里面，它就有一个所谓的智慧城市的 project， 它称作 AOT。Array of Things， 这个 AOT 事实上是在整个 Chicago 这么大的 city 里面，它不断的随时及时的在收集一些资料，包括城市的环境、城市的一些基础建设，还有市民们的行为。这行为可能是几点在某个车站，或者说环境上，它可以去量不同时间的温度、压力，还有二氧化碳含量等等。整个芝加哥市它未来在做都市的计划，或是对于智慧城市的开发，他们就会比较多了解。这个 Array of Things 它是有兴趣去观察这个城市的所有环境跟 activity， 但是不会去观察个人。那当然大家是不太相信，所以还是要做一些管理。所以一般来讲，他们要 install 任何新的 hardware、software， 还有处理一些资料，它都有规范。那透过一些审查委员来决定说，哪些资料是你可以收集的，哪些资料是你不能收集。即便你要 install 新的 sensor， 都要经过这些委员会的核准才可以。那它包括有些外部委员，有些内部委员来规范这资料收集、资料的使用，然后确保人民的隐私。那同时这些资料需要有一些治安上的考虑。所以我这一个介绍课程其实就简单提到，你要在物联网上面做一些应用，做一些资料分析，在 end device 上用的方法必须要非常简单。我们把一些困难的工作把它推给云端去做，云端可以从各个 sensor、各个 end device 收集到一些模型，收集到一些资料，它把它们混在一起，做比较正确的模型。然后这些模型如果它跟前端的关联有一些差异，它也可以把它 remote 再送回前端，那前端继续从修正后的模型继续再往前走。所以它是 end device 跟云端平台很好的一个配合机制。那我们透过刚刚的异常侦测演算法 Online Oversampling PCA， 我们有近似的演算法，用最小平方法，在后端平台可以用 Power Meso 算 Exacting Model， 透过这样的机制可以降低你前端 device 的运算负担。未来的资料可能很多，那你也可以将资料做适当的压缩、适当的 sampling 来降低你的资料量。这里提到 Compress Sensing 压缩感知这一套技术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，尤其在处理 IoT 资料。那我们有可能将这些演算法直接套用到经过压缩的资料上面，也有机会得到我们要的模型。最后我们要讲的是，一些 IoT 的应用不应该只是各位在看到一些产品用手机去遥控冷气，或者说一些自动化而已。其实 IoT device 彼此之间的讯息交换，彼此之间的合作，会让整个应用更有弹性，发挥更大的效益。